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财经频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AI 越强，经济就一定越稳定吗？最近我看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发布的《AI 宏观经济学》。这份报告给出了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答案。它的结论是，AI 可能一边提高长期生产率，一边放大短期经济波动。那么，AI 跟宏观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它会如何影响生产率、投资、消费和就业，甚至整个经济周期？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视角。我先把这份报告最重要的逻辑放在前面，它主要讨论的是一个时间差，生产率红利兑现的慢，资本开支扩张的快。现在最先体现出来的，不是全社会生产率已经全面爆发，而是高度集中在芯片、软件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重资本投资。AI 带来的增长红利最终能不能扩散，还要看收入和财富怎么分配，市场竞争是否真实存在。因此，AI 宏观经济学的逻辑主要沿着3条线展开。供给端主要看生产率红利什么时候兑现，需求端看投资繁荣怎样演变成周期，市场端看 AI 最终是降低摩擦还是强化垄断。3条线最后都落到宏观治理，也就是怎样让 AI 的增长红利扩散到整个经济，而不是被更大的波动抵消。接下来，我们先把报告的逻辑完整理解一遍，然后再来判断它能说明什么，以及它的局限性有哪些。逻辑图的第一条线是供给端，这里要回答的是，为什么生产率红利兑现的比资本开支慢？大家对 AI 最直接的期待就是提高生产率。同样一个人一段时间，借助 AI 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企业的成本也可能随之下降。按照这个直觉，AI 应用的越广泛，生产率应该上升的越快。但这份报告提醒我们，技术能力出现和生产率真正反映在宏观数据里，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过程。企业要把 AI 用起来，需要清洗数据、改造业务流程、培训员工等等，还要重新调整组织架构。钱和人已经投入进去了，产出却不会马上出现。而且这里面有一部分投入是属于无形资产，它们对未来效率很重要，但在传统的统计里很难被完整记录成资本投入。结果就是，企业前期付出的成本能够被看到，真正的生产率红利却要等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报告里用了生产率追曲线来解释这个过程，大概可以理解成就是一家店重新装修，停业装修、培训员工、重做流程的时候，成本先上升，收入却可能下降。等到装修完成，新流程跑顺了，效率才会集中释放。因此，AI 进入企业大概率也要经历一个这样先投入后兑现的过程。这就是全篇最关键的时间差，生产率红利兑现的慢，资本开支扩张的快。那现在生产率红利走到哪一步了？报告给出的答案是更接近局部兑现，总量还不突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行业数据，信息产业的 AI 采用率大概是在40%，专业服务、金融、地产、医疗、教育都超过25%，运输、采矿、建筑等相对较低。AI 采用率本身就存在很明显的行业差异，生产率数据也呈现出类似的分化。2025年，美国信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10%，资本存量增长大约6.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6.7%。其中，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都高于2010年和2019年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美国经济，情况就没有那么突出。
美国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在2024年增长了1.5%，2025年增长了0.8%，2年平均下来大约就是1.15%，并没有明显脱离更长时期的历史表现。劳动生产率也只是略高于200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所以目前能够看到的是，信息产业和部分高 AI 采用行业率先出现了生产率改善。这个变化还没有扩散成整个全社会的生产率爆发。报告这里还提出了一个更长期的判断：AI 能不能成为真正的通用技术，关键不在于模型本身有多强，还要看它能不能推动上下游不断解决新的瓶颈。一个问题被解决之后，又暴露出下一个问题，随后带动新的设备、流程和组织创新。这样的连续创新能够出现，生产率红利才可能从少数行业扩散到整个经济。这就是供给端目前呈现出来的状态。生产率红利已经出现，但仍然集中在少数行业。企业为了使用 AI 而进行的投资，却已经走在了前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需求端。需求端主要观察的是走在前面的资本开支怎样改变总需求和经济周期。目前呢，AI 对总需求最明显的影响出现在投资端，消费端还没有出现同样突出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消费。2024年到2025年，美国家庭消费增速是2.8%，高于2010年到2019年2.3%的平均水平。消费占 GDP 的比重依然是68%左右。至少在我们观察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还不能说 AI 已经明显压低了美国的总体消费。但是投资端呈现的是另一幅图景，这里有4组数据，大家主要看它们之间的联系。第一个数据是4.9%，按照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这个口径计算，2026年初，美国 AI 核心投资占名义 GDP 的比重已经高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可比峰值。第二组数据是39%，2025年前3个季度，AI 相关投资占同期美国实际 GDP 增长的39%，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已经超过互联网泡沫高峰期的可比水平。第三个数据是60%。2022年底以来，美国新增企业固定投资中，大约60%流向算力硬件、软件和数据中心等。这里更重要的是，大量新增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 AI 的相关领域。第四组数据是4500亿美元。2025年，亚马逊、谷歌、Meta、微软和甲骨文5家公司的资本开支已经接近2022年的3倍。少数科技巨头的投资决策正在对美国整体投资和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把这几个数据放在一起，主要是想提醒大家，总量增长可能被少数行业或者少数企业明显抬高。投资越集中，增长时的推动力越强。一旦这些企业同时调整资本开支，宏观经济受到的影响也可能更大。这些数据也共同说明，生产率红利还在等待扩散，资本开支已经形成了很强的增长拉动。那这种时间差为什么可能放大经济周期？报告给出了几种相互连接的机制。首先是供货周期和建设实质，因为芯片、存储、电力和数据中心都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扩产，企业担心未来拿不到算力，可能会提前下单，也可能为了保险重复下单。因此，终端需求只要发生了一点变化，经过供应链的逐级放大，上游看到的订单变化可能会大得多，这就是牛鞭效应。第二个放大器是资产折旧，
报告估算，AI 算力资本的经济半衰期大约是7个季度，传统厂房设备大约是10年。虽然说新一代芯片推出以后，旧设备仍然可以运行，但是它的效率、价格和赚钱能力可能会很快下降。因此，为了保持竞争力，企业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更新设备。这里有一组对比是很关键的：传统设备可以使用很多年，企业有更长的时间回收投资。但是 AI 算力更新很快，企业既要持续投入，又要面对旧设备的快速贬值，因此盈利预期稍微发生变化，投资回报率就可能被重新计算。此外，还要看一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对单个企业来说，暂时不投资可能意味着在模型能力、客户和市场份额上落后。因此，即使大家都不确定未来需求有多大，也会选择一定扩张。市场乐观的时候，企业同时增加资本开支；商业化预期转弱的时候，他们又可能同时收缩。技术竞赛由此可能演变成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以上这些机制能够说明风险暴露正在增加，但还不能证明 AI 产能已经过剩，更不能据此判断投资下行或者金融危机马上就会发生。是否出现过度投资，还要继续观察终端的 AI 收入、算力的利用率、经营的现金流和数据中心的上架率。报告呢，目前还没有把这组证据完整闭合，因此，目前虚读端能看到的是 AI 投资已经明显改变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结构，高度集中和快速折旧又增加了投资被波动被放大的可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分配端，这轮增长最终流向哪些家庭，以及财富集中会不会逐渐影响消费？我们直接来看一个更直接的问题：这轮 AI 投资带来的收入和财富，最后流向了谁？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家庭持有的股权财富。从2022年4季度到2026年1季度，美国家庭直接持有的股权财富增加了大约21万亿美元，其中前10%的家庭获得了大约88%，后50%的家庭只获得了大约1%。收入分配也出现了类似的分化。2025年，美国收入最高10%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36%，高于2010年到2019年34%的平均水平。后50%的家庭的占比是11.5%，略低于历史平均的11.8%。这些数据说明，美国的财富和收入分化都在扩大，但我们仍然不能直接得出 AI 已经压低总消费的结论。报告观察到，同一时期美国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大约是60%，家庭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大约是73%，消费的比重大约是68%。这些总量指标都没有出现明显下滑。所以对此，我们应该更准确的理解是，分配风险已经出现，消费受到的长期压力也在上升，但总消费被 AI 明显压低的证据，目前来看还不太充分。但这条传导链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不同家庭拿到财富以后，消费的边际行为是不一样的。高收入家庭本来就拥有更多的资产，新增财富里真正拿去消费的比例通常较低。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更高，但他们在这轮股权财富增长中获得的份额很少。如果收入和财富继续向资本所有者集中，那么未来的消费增长可能逐渐出现压力。就业端也呈现出类似的结构分化。2024年到2025年，美国的信息、专业服务、金融与保险行业的就业增速分别是0.3%、0.65%和0.65%，都低于2010到2019年的平均水平。这些行业的 AI 采用率相对较高，
就业增长也确实是偏弱。但是教育和医疗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例子。同期，美国私立教育和医疗行业就业增长3.55%，高于历史平均的2.1%。这说明 AI 虽然可以替代其中一部分任务，但是医疗照护、教育服务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需求仍然支持了行业的就业增长。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个行业的总就业人数没有明显下降，不代表行业内部的每一种岗位都没有受到影响。标准化岗位减少，高技能岗位增加，这两种变化可能同时发生，最后在行业总量里互相抵消。行业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大方向，却很难反映具体职位和具体任务受到的冲击。报告最后还简要讨论了 AI 对市场运行方式的影响。这部分我们只需要看一个核心判断，就是到了 AI 时代，观察市场竞争不能只看有几家公司，还要看关键投入是否开放，数据能不能迁移，用户能不能真正退出。至于 AI 带来的效率改善和市场集中，哪一边影响更大，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讲到这里，供给端、需求端和市场机制3条逻辑已经基本完整。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AI 跟宏观经济学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份报告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把 AI 从单纯的技术和产业话题放进了生产率、投资周期、收入分配和市场竞争的框架里。平时呢，我们讨论 AI 可能更多的是反映 AI 产业本身，但是它不能直接回答 AI 能不能提高全社会生产率，会不会改变经济周期。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份报告压缩成一句最值得记住的话，就是生产率红利兑现的慢，资本开支扩张的快。AI 应用需要数据算力和组织调整，生产率提升可能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积累。芯片、软件和数据中心投资已经快速扩张，但长期的增长潜力还在形成，短期的投资周期可能先发生变化。这个时间差解释了为什么生产率红利和短期经济波动可以同时出现，也解释了为什么总量增长和结构分化可以同时存在。少数高 AI 采用行业率先提高生产率，少数科技巨头投入大量资本，都可能把 GDP 和投资数据向上抬高。但行业之间、家庭之间和不同岗位之间获得的收益并不相同。经济总量虽然仍在增长，代表增长红利已经均匀扩散。因此，技术进步不会自动带来宏观稳定，也不会自动带来更加充分的市场竞争。投资能不能形成持续的收入？收入能不能传导到就业和消费？企业能不能自由选择和更换 AI 平台？这些都会影响 AI 最终产生怎样的宏观结果。另外呢，这里也要提一下这份报告的证据边界。第一点就是报告的大部分量化数据来自美国，而且主要集中在2024和2025年这个阶段呢，同时经历了高利率、疫情后的就业恢复和科技股的上涨，观察窗口相对比较短。第二个呢，就是在投资周期和金融风险这一部分，目前呢仍然是一条条件性的推演，投资集中、折旧很快和融资结构复杂，能够说明风险可能被放大，却不能告诉我们 AI 投资什么时候见顶，也不能证明危机一定会发生。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这套分析框架用来判断中国，需要保持谨慎，因为呢，中国和美国在整个居民的持股结构、科技企业融资方式、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上等等都有明显的差异。美国的财富效应、消费传导和金融风险的参数不能直接平移到中国。但我觉得呢，这份报告适合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框架。
不能替代对不同经济体的具体分析。我觉得呢，我们可以从3个方向去进行观察。第一个就是生产率这一端，要看 AI 采用率提高以后，效率改善能不能从信息产业扩散到更多的传统行业。资本回报这一端要看持续增长的资本开支能不能形成足够的 AI 收入和经营现金流，算力利用率和推理价格又会怎样的变化？而分配这一端呢，可能更接近普通人的体感。企业效率提高以后，收益能不能进入工资、就业和居民消费？财富和收入分化是否继续扩大？这些变化如果逐步兑现，AI 才可能从少数行业的技术和投资繁荣，转化成更加广泛的生产率提升。如果生产率扩散迟迟没有发生，资本开支却继续快速增长，投资周期和金融风险就会变得更加重要。所以，我对这份报告的总体判断是，AI 的长期生产率潜力值得非常重视，短期投资和金融波动也需要保持警惕。看 AI 不能只看技术进步有多快，还要看生产率怎样扩散，资本开支能不能获得回报，以及增长红利最终留给了谁。你觉得接下来会先看到全社会生产率明显提升，还是会先看到 AI 投资周期出现更大的波动？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收藏和转发。这里是深水区财经频道，我们下期再见。